心灵暖流。面对讨厌的人，这样的高级心态让你真正强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不太愉快的人，有时候，这些人可能让我们感到不耐烦、恼火，甚至让我们觉得他们真的很讨厌。但是，如何应对这些讨厌的人，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。这影片将探讨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时，如何保持一种高级心态，不仅让自己更加平静，还有助于建立更积极的人际关系。毕竟，人生短短几十载，何必让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左右我们的情绪和态度呢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如何拥有面对讨厌的人的高级心态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理解讨厌的人。有时候，我们会遇到那些似乎毫无原因的让我们感到讨厌或不快的人，他们的言行举止，甚至他们的存在都可以触发我们的负面情绪。然而，要懂得高级的心态，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些讨厌的人。这些讨厌的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困难和压力，这些可能导致他们表现得令人困扰。他们可能感到不满、焦虑或者自卑。他们的负面情绪可能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反应，而这种情绪可能在他们的互动中表现出来。因此，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位特别刻薄的同事，他经常发表冒犯性的言论，而后你得知他最近经历了一场家庭危机，这使你对他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，并减少了对他的讨厌之情。不是每个人都懂得适当地表达内心的情感，而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以更有同情心的方式来面对讨厌的人。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，还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互动，甚至能够改变对方的态度。理解讨厌的人是培养高级心态的第一步，因为它帮助我们超越自己的情感反应，看到更大的图像，并提供同情和宽容。这并不是表现出弱点，而是表现出内在的强大。因为真正强大的人能够理解和包容那些对他们表现出负面情绪的人。保持冷静和坚定。当我们面对讨厌的人时，最容易做出的反应之一就是被他们激怒或感到沮丧。但高级的心态要求我们保持冷静和坚定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被动地接受对方的冒犯或不当行为，而是说我们应该掌握自己的情绪，不让对方的负面行为左右我们的内心。这需要训练，但它是实现高级心态的关键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在社交场合中遇到了一个挑衅的人，他试图激怒你，并引起你的情绪反应。这时，保持冷静和坚定就变得尤为重要。你可以选择不被他们的言语所触及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这并不是说你需要忍受不公平对待，而是说你不让他们的行为左右你的情绪。保持冷静和坚定还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。当我们不被情绪所左右，我们能够更明智地选择如何回应，而不是被冲动所主导。这种冷静的反应不仅让我们更有尊严，也更有可能改变局势。当然，保持冷静和坚定不是一蹴可及，这需要练习和自我控制，但它是达到高级心态的必要步骤，因为它让我们在与讨厌的人相处时能够表现出更大的内在力量，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。专注于自我成长。当我们面对讨厌的人，我们有时会陷入无意义的争吵或情绪的波动中。
然而，具备高级心态的人会选择专注于自己的成长，而不是与对方浪费时间和精力。自我成长是一种强大的心态，因为它让我们专注于提升自己，而不是被他人的消极行为所拖垮。这包括在各个层面上的成长，包括个人、专业和情感层面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讨厌的同事，他们经常挑剔你的工作，你可以选择将注意力放在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上，而不是与他们争吵或感到挫折。通过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，你不仅能够应对他们的挑战，还能够获得更多的满足感。专注于自我成长也让我们更有自信。当我们看到自己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时，我们会更坚定，更能够应对困难和挑战。同时，自我成长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。当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我们更能够体谅他人的处境，并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，即使他们是讨厌的人。因此，专注于自我成长是高级心态的一部分。它不仅让我们更有能力应对讨厌的人，还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智慧。4. 不理会及远离不必要的负面能量。在面对讨厌的人时，我们有时会被他们的负面能量所影响。这种负面能量可以妨碍我们的情绪和思维，使我们变得更加焦虑和沮丧。然而，具备高级心态的人知道，不理会及远离这种不必要的负面能量是至关重要的。不理会及远离负面能量不仅有助于保护我们的情绪健康，还有助于保持内心的平静。这包括远离与讨厌的人的争吵和冲突，并学会在必要时保持距离。此外，高级心态的人会主动选择将关注点转移到积极的事物上，他们会寻找那些启发和激励他们的事物，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与讨厌的人的争吵上。一个实际的方法是实践冥想和正念，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内心平静，并避免被负面情绪所淹没。同时，与支持性和积极的人交往也是一种远离负面能量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高级心态的人知道如何保持冷静，不让讨厌的人的行为影响他们的情绪。他们了解，情绪的波动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化，因此他们选择保持冷静和平静，以更好地应对挑战。总之，不理会及远离不必要的负面能量是高级心态的一部分，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自己的情绪和情感，并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讨厌的人。这也有助于我们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而不是被消极情绪所困扰。面对讨厌的人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高级的心态，理解他们，保持冷静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，远离负面能量，并有时候选择不理会，是展现我们的成熟和智慧的方式。这种心态不仅有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，还可以建立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学会以高级的方式应对讨厌的人时，我们最终是自己成长的受益者。让我们记住，真正的力量在于如何应对困难和不喜欢的人，而不仅仅是如何应对我们喜欢的人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持有的高级心态。让我们一同努力实践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心态决定了我们的内在平静与成熟。当我们能以智慧面对逆境，不仅提升了自己，也创造了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。朋友们，成长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、提升自己的旅程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让我们一同前进，一同学习，一同成长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
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